大家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是《红楼梦》的判词判曲。《红楼梦》作为中国一部古典长篇章回小说，是中国4大小说名著之一。《红楼梦》的别名还有《情僧录》、《风月宝鉴》、《金陵十二钗》等等。故事呢，就是从女娲补天的时候所剩下的一块石头讲起，因此呢，又有个名字叫做《石头记》。1791年在第一次活字印刷以后，《红楼梦》便取代了《石头记》，成为通行的这个书名，为大家所熟知。现在呢，一般的观点认为，《红楼梦》的前80回是曹雪芹的原著，后面的40回就找不到了。那现在的后40回是后人所续的，并且呢，由陈伟元和高鹗进行了整理。这是大部分红学研究家的观点。《红楼梦》当时呢，是应阅读屋的同学的需求而安排的，希望我讲一讲其中的几位主要的人物，所以呢，我才准备了材料给大家讲。所以以后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需要了解的哪方面，也可以集中了告诉我，我可以考虑为大家先去事先的做准备。那首先我来问一下，在座的有没有完整读过《红楼梦》的原著的？《红楼梦》其实可以在一生当中反复的看，不停的看，每一次看，每一个人理解的角度都应该会有不同，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研究红楼，甚至有一门学问就专称叫红学。那在这里呢，告诉大家一件真实的事情。我先生有一位同学早年就来到了美国，那女儿呢也是在美国出生的。华人的子女嘛，自然也会讲中文，日常的中文交流没问题，但是可惜的呢，就是不认识中文字。他妈妈就很遗憾，他对女儿说，你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看不了《红楼梦》了，这么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，你不能看，太可惜了。那由此可见，《红楼梦》这部著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之重。不过呢，还算安慰的就是，在这位妈妈的反复唠叨之下，这位在哈佛念研究生的女儿，最后终于决定，既然我不认识中文字，看不了，那就让妈妈每天念《红楼梦》给她听。这位妈妈就每天给女儿念《红楼梦》，也算是了了心中的一大憾事了。由此可见，没有读过《红楼梦》，不了解《红楼梦》，确实会是作为几千年文明古国后人的一个遗憾。张爱玲的评论文集《红楼梦演》当中收录的《红楼梦未完》的第一段，他就有写道，有人说过3大恨事，是一恨觊觎多次，二恨海棠无香，第3件不记得了，也许因为我下意识地觉得应当是3恨红楼梦未完。觊觎多次，海棠无香，红楼无味，意思就是说，觊觎它的味道鲜美，但是刺太多，不容易吞咽。海棠花虽然美丽，却没有香味。红楼梦小说写得很好，但是呢，却无法完整的看完。其实对于张爱玲来说，觊觎刺多不多不重要，海棠花香不香不重要，她介意的、恨的是《红楼梦》未完。那作为中国人，能够读到原汁原味的《红楼梦》是一件幸运的事情。读《红楼梦》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原来作者所拟的完整的结局。虽然《红楼梦》未完，但是并不妨碍人们对它的喜爱。每个人读《红楼梦》的感受都不一样，1000个人眼中就有1000个林黛玉。即便是同一个人，在不同的时期，读后的感受也是不相同的。这就是《红楼梦》的魅力所在。那我再问一下，有没有人看过1987年版的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的？还有没有人看过2010年新版的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的？
有的话举手示意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谢谢。这两版在风格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《红楼梦》被评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，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是非常之高。在20世纪，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最受重视的文学作品之一，因为它不完整，而且原作者曹雪芹已经亡故，内容巨细巨庞大，而且结局设定超乎寻常等等特性，留下了许多的谜团引人探究，由此也构成了一门学问，叫红学。许多红学家认为曹雪芹是在写他们自己曹家的兴衰历史，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，书当中的贾家和曹雪芹真实的家族的事迹有着非常大的关联。曹雪芹是清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出身，他被考证为是三国时代汉朝相国曹操的后代。曹雪芹的家族在南方鼎盛的时期是非常受当时的康熙皇帝的器重的，康熙下江南都曾经住在曹家。后来曹家没落被抄家以后，曹雪芹就随着全家迁回了京师居住，曹家从此一蹶不振，日渐衰微。他的晚年生活非常的潦倒，根据敦诚的《赠曹雪谱》当中的记载，常常是举家食粥，酒常赊，就是经常全家是喝粥过日子，要喝点酒也是要靠赊账。他靠着卖画和亲友的接济过日子。根据一些红学家的考证，曹雪芹就是在这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字字看来皆是血，10年辛苦不寻常的《红楼梦》的创作。在这里给大家看一幅油画，这是北京香山植物园里面曹雪芹故居的后门，当时曹雪芹住的地方就在这堵墙里面，据说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《红楼梦》的著作。熟悉的朋友可能猜出来了，是的，这是我先生5年前画的。他说他当时只是登山闲逛，第一次走到这个地方，只是觉得光影景色非常的入画，就拍了照回来画了这幅油画。那天等他拍完照片之后，绕到前面才知道这是曹雪芹故居的后门。为了避免文字触及时事，躲避清政府的文字狱，曹雪芹就虚构了朝代，隐去了真事，并且以描写闺阁女子来避讳。像书中的名字就有甄士隐、贾雨村，就是把真事情隐去了，贾雨存留在这里。不过《红楼梦》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，以及2个人与薛宝钗之间的关系。《红楼梦》的故事主线就是贾宝玉、林黛玉以及薛宝钗3人的爱情以及婚姻的悲剧，以及贾府、史家、薛家、王家4大家族的兴衰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是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《金陵12钗图册》里面林黛玉、薛宝钗、王熙凤这几位代表人物的判词判曲。